台湾媒体声称，台湾地区的军机疑似遭解放军喊话投降吧。这不仅仅是心理战的一部分，而且呢，现在交枪不杀这个喊话已经从地面到了空中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台湾媒体1月7日爆料，他们称解放军的军机在进入台湾地区西南空域时，还疑似以上述的喊话回枪台湾军机。当天下午14点52分，解放军的作战飞机进入台西南空域，高度6900米时，台军机在空警戒，并广播驱离：你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但令其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所谓的驱离广播之后，有疑似解放军军机的大陆口音回枪：投降吧，回归吧。就在前几天开始的陆军训练期间，解放军还用普通话和闽南话对敌方的阵地强势喊话：赶快投降吧，交枪不杀，我们优待俘虏，你们的防御体系已被瓦解，抵抗已毫无意义。中美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号是交枪不杀，我们优待俘虏。应该说，大陆的老百姓对这句话都耳熟能详。它在战争期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瓦解敌军的作用。在朝鲜战争期间、对应自卫反击战期间、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，都有意思相同的喊话口号，只不过当时换了一种外国的语言。当然，对台湾，我们不需要用外语了，用普通话和闽南话就足以达到目的。解放军陆军在这次的演训中喊出：你们的防御体系已经被瓦解，抵抗已经毫无意义。这完全是针对台湾岛上的情况而来设定的，证明我军将会在彻底瓦解台军的防御体系之后，迅速占领台湾的全境，让台军放弃抵抗，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所以台军的官兵们应该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，早一点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在未来解放台湾的问题上，解放军是有准备与台军短兵相接的，因为在岛上有不少的地方呢不适合导弹洗地，也就是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，比如存放着大量中华文化瑰宝的台北故宫，以及发电厂、工业企业等等。何况台湾地区呢还有核电站，还有新竹科技园里的台积电这样的宝贝企业。如果解放军决心要让守军乖乖投降，就需要使用到交枪不杀，我们优待俘虏这样的喊话，以便呢大大的减小统一的代价。而解放军空军战机这次回枪台军的飞机，投降吧，回归了，这个说法更像是解放军的飞行员随口一说的话，那只能证明我军飞行员对台军的自信，而让台军投降和回归也是非常正确的办法。因为台军战机在未来要么是无法起飞，要么一起飞就会被击落，能在解放军战机的指挥下投降应该是更好的选择。理论上讲，台军保留下来的飞机可以成为解放军未来的蓝军的机型，或者是放到大陆的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。台军飞行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以后听多了就会习惯了。如果真的听进去了，那就完全可以直接把飞机开到大陆去，早点投降不好吗？解放军的军机首次对台军飞机在空中喊出交枪不杀，投降吧这样的口号，而且呢针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，说明一个结论：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细致。这样的喊话实际上是给台军飞行员指了几条明路，让他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，要么发现情况不对就立刻跑路，避免成为台独分子的炮灰。那么最好的选择呢，肯定是战场起义，驾机回归，或者呢直接投降解放军。如果听到解放军的喊话还敢选择继续抵抗，那么将会被消灭，
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对中美解放军来说，完成统一大业是历史使命。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军能够投降或起义。未来的台湾地区的陆军、空军、海军都可以像历史上所展示的那样，通过起义的方式改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。当然，他们也可以回家自主择业。无论是选择哪条路线，实际上投降、起义和回家都是非常安全的。那么现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就是那些台独分子了，还有台军内部被民进党洗脑的人。台军官兵应该早一点认清这部分人，及时与他们划清界限。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台独分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敌人，必须给予消灭。早日完成统一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对两岸中国人来说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总之，对台军来说，听到解放军喊投降、交枪不杀并不丢人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他们应该尽早的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才是上策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